Let's see the pasta. 你好，我是 Easy Fish。我离开了波尔多，前往大西洋岸边的阿卡雄。路上经过一片鸟类自然保护区，在这里，我遇到了一位表演艺术家。他先背身，让我看他优雅背影，然后侧身，让我看他完美轮廓，这才缓缓转过来，正式亮相。一个转身，一个拨水，就让这片湿地变成他的舞台。我一动不敢动，生怕惊扰了他那份怡然自得。来阿卡雄之前，我对这里几乎一无所知。最先抵达的就是这片鸟类自然保护区，宁静、鸟鸣、鸟群。从这里，我初步认识了阿卡雄。穿过一片修剪得很漂亮的松林，便进入了阿卡雄。我们的 Airbnb 位于城里的高处，窗外可以看到落日下的小城。早上起来，外面下着小雨，空气湿润，温度舒适。我出来采购食材。Monoprix 不是一家普通的连锁超市，它定位于开在市中心的精致生活提案店。除了食品， Monoprix 自有品牌的服装、日用品都设计感十足，品质也相当好。从超市出来，我穿过优雅的街道，去市集买面包。阿卡雄市集，这家店的法棍比超市里的好吃。Bonjour, je voudrais deux baguettes. Une baguette campagne. Alors, une campagne et une graine. Oui, merci beaucoup. 阿卡雄湾是法国生蚝重要产区，不过我今天的目标不是这个。这是我在市集上买的油封鸭，我准备做个很耗时间的法国菜，全部材料都在这里了。白豆炖肉是法国南部的传统家常菜，利用白豆与猪肉、咸肉、香肠等慢火炖烤。我这次是用图卢斯香肠和五花肉以及法国油封鸭来做这道菜。法国油封鸭是用盐腌制以后在油里浸泡而成，口感酥烂，
风味浓郁。利用油封鸭的鸭油煎图卢兹香肠和五花肉。外面细雨飘飘，我在法国一个小城的厨房里做法式炖菜。没有棉绳捆扎，就这样直接入锅吧。没有时间泡芸豆，跑了2家超市买到了泡好的。第一次做白豆炖肉，其实白豆应该放在油封鸭上面更好。手撕了一点法棍，烤干碾碎。法国人做这道菜，美国20分钟左右要搅动一下，把表层芸豆产生的焦壳杵到底部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动作要做7次，或许是因为我没把白豆撒在表面，一直没出焦壳，但我还是继续完成这套动作。第7次，我把面包碎撒在上面，又烤了一会儿。这道菜花了我4个多小时，现在质感似乎终于出现了。吸饱了肉汁和香料味的大白豆顺滑软糯。从波尔多带来的红酒，昨天就打开了，用它来配白豆炖肉吧。撒入的面包碎有如神助，过于软绵的口感被那一口嘎吱脆瞬间唤醒，配上烤得半软的大蒜，层次感更丰富了。吃饱了歇会儿，我看着房东提供的阿卡熊地图，有一块地方吸引了我。窗外天晴了，我决定立刻出发去这个地方。皮拉沙丘。开车到了这里已是傍晚。它很神奇的是，站在沙丘顶部，可以同时看到3种自然景观。沙丘位于中间，一侧是广阔的松林，另一侧是浩瀚无垠的大西洋。我坐在沙丘上等落日。这一天早上，我在细雨中选购食材，下午在厨房里花了4个小时守候一锅豆子，傍晚又在大西洋边等待一场壮丽的日落。这样的一天，我觉得很充实，很幸福。早上醒来，阿卡熊的宁静与悠闲让人变得慵懒，只想宅在屋里。我有时候在房间里做做家事，有时候犯犯懒，有时候就在周边随便走走。民宿紧邻一个大公园，
公园内漂亮的月季。阿卡熊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城区，靠近海滩是夏季城，我现在位于冬季城，这里有公园、松林和别墅，也是阿卡熊的精华地方。早在19世纪，阿卡熊就是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度假胜地，这里的别墅风格多样，有维多利亚式别墅、瑞士小木屋、摩尔式的装饰、哥特式的尖顶。阿卡熊有商业，但不商业化，路口没有红绿灯，汽车会给等着过马路的行人让停。外国游客非常少，这里的居民优雅从容。我在这里感受到一种非常纯粹的传统的法式生活。我又走到了这个市集，买了一些甜品和一点晚餐。这个算是西红柿汉堡。白沙丘泡芙，据说是阿卡熊的著名甜品，它确实有点像皮拉沙丘顶部的白沙，甜而不腻。可露丽，一款波尔多著名甜品，外表娇硬，里面是朗姆酒风味。这块奶酪蛋糕顶皮有一点淡淡的烟熏焦香，白色的心细腻湿润，口感极好。今天不想在厨房花太多时间，就做个简餐吧。这是我旅行中离不开的必备速冻什锦蔬菜。我一直有个困惑，为什么欧美很多民宿的锅没有锅盖呢？又是一顿可口的懒人餐。尝尝这个肉。经常看到人们傍晚来钓鱼，这时候的鱼儿很容易咬钩吗？我再一次看到了日落，对面太阳落下的地方是阿卡熊湾的另一侧，那里有个灯塔，我明天会去那边看看。在静谧美丽的夜色中，又结束了一天。天气不错，我们开车沿着阿卡熊湾绕了一圈，到对面的弗雷角。这个灯塔是阿卡熊湾的地标。爬了270级台阶，站在灯塔顶部眺望，对岸那片陆地是阿卡熊，松林外面是辽阔的大西洋。回程的雨中，我看到了壮丽的云。上次遇见还是在西西里岛的公路上，
在不同的地方，我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。在阿卡雄住了7晚，我收拾好房间，物归原处。我来过，又离开了。早上6点，在蓝调的天色里，我们出发了。这次是回家之路。